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我现在在大溪中正公园，今天来造访大溪新开幕的星巴克门市。我老婆现在在里面喝咖啡，我就出来走一走。我后面就是大溪中正公园，算是著名的蒋介石总统的铜像。这座蒋介石骑马的英姿，应该就是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民国15年。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时候，誓师北伐，骑在马上的英姿。所以我旅行20多年，也造访过不少关于蒋介石总统的景点。而我写过的旅记，最早的一篇就是这里。2022年，在这里游览大溪中正公园的时候，是我写过第一篇关于蒋介石总统景点的旅记。现在这里游客越来越多了。过去20几年来，我写过不少关于蒋介石总统的游记，后来我也将这些游记集结成一本电子书，书名就命名为《旅行遇见蒋介石》，定价新台币9元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说，我的定价怎么这么佛心，比一份报纸还便宜？不过当时我的想法也是很单纯，因为我这些游记都是在网络上免费让人家浏览。那既然是免费的文章，集结成书，当然就不好意思定价太高了，就只当做是一个编辑的工本费，让大家方便浏览而已。这本书现在还买得到，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。今天回到大溪中正公园就地重游，那我就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蒋介石旅记回顾展，就截取一些我当年旅记写过的一些片段感怀，分享给大家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在这里就只分享我在2012年造访慈福陵寝时所写的旅记。当时我预测了蒋介石总统历史地位的未来趋势。我写的旅记如下：慈福陵寝正天入口前，有一位便衣宪兵手持牌子，提醒游客进入陵寝大厅时，请勿喧哗，应保持肃静。今天这个时候刚好没有旅行团来参观，观光客三三两两而已。我询问便衣宪兵厅内可否拍照，他点头表示可以。当举起相机拍照的这一刻，我很真实地感受到我正身处一个自由民主的时代。所谓的慈福陵寝，如今纯然只是个观光景点而已。我背着背包进入正厅，便衣宪兵不会也不必担心我身上有无危险物品，只要没有不合礼仪的举动，我可以自由地拍摄，而不受到任何的干涉。上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近蒋介石总统的灵柩，已经是37年前的往事了。当时我还是国中2年级学生，站在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仁爱路4段人行道上，恭迎蒋总统的灵车从眼前通过。当天学校停课，学生都被动员参加蒋介石总统的出兵大典。从台北到桃园，灵车所经之处的道路两旁，都挤满了自动或被动员来的人群。国际媒体大幅报道台湾盛大的国葬场面。时间过得真快，30几年转眼之间就过去了。常言道，岁月无情。时间滴答滴答的分秒流逝，积日成月，累月成年，改变了原本的世界。我这一代及上一代的人，对蒋介石多多少少都怀着某种情感或情绪。记得小女儿读小学时，有一天问我蒋中正是谁，我不经思索，脱口就回答：蒋中正就是蒋经国的父亲。结果女儿又追问：那蒋经国是谁？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蓦然发觉世代之间的经验差异是如此之大。新生的一代连蒋经国都不熟悉了，更何况是蒋中正呢？存在于每一个生命记忆里的个别情感或个别情绪，终究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消逝。而时间带不走，会慢慢沉淀而出的，就是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了。
近年来，中国大陆史学界掀起一股蒋介石热，渐渐肯定他领导对日抗战的功绩。而在台湾，蒋介石虽已盖棺37年了，还难以论定，学者的评价依旧两极。我个人则认为，蒋介石最坏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他已经走过谷底，历史地位未来只会上扬，而不至于再向下探底。对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，总是随着时代演变而不断被重新评价。未来的历史演变如何呢？倘若未来台湾走向中国，与之统合，则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稳若磐石；倘若台湾能维持现状，自成一国，则蒋介石在1949年遏阻共产主义东来，使台湾独立于共产中国的统治之外，这一功绩终将获得台湾人的肯定。就此而言，无论未来历史如何演变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似乎已立于不败之地了。这只是旅人的一时见解而已，读者不必为此有任何的情感或情绪，更不值得为此争论，且留给岁月慢慢去沉淀与验证。现在先好好欣赏慈湖的风景比较实在。以上就是13年前我造访慈湖陵寝时所写的旅记。我记得这20多年来，书写蒋介石总统的旅记，落笔稍微温柔时，总会引起绿的读者对我的批评。而我也造访过许多台湾的日本神社遗迹，笔触稍微温柔时，也总会引起蓝的读者对我的评级。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要从事历史的书写，真的很辛苦，动辄得咎。孔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！明显久矣。”现在依旧如此。我今天在大溪中正公园，简短的关于蒋介石总统游记的，算是托你开讲吧，就在这边结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是什么咳嗽？哇，这是我的算早午餐吧。